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Zone。前几天呢，我们参加了一个 exercise，那练习的内容的话，就是基于某个游戏，然后要去除掉它的一个核心机制，的同时呢，引入一个新的机制。那比如这张纸上就列出了我们可以选择的3款游戏。那我们的话是选择 Ludo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需要把玩家有4个棋子这个核心机制去除，让每个玩家他只控制1个棋子。然后呢，我们还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机制。那这个新的机制的话，其实也是有限制的。但是我没拍下来，所以就稍微给大家简单讲一下。那只能在 real time 和 necessary value 里面2选1，也就是说，你要么把这个飞行棋呢改成那种实时的。那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关于这个点的想法呢，就是感觉有点像前段时间 B 站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，就是一个实时的中国象棋，感觉有点像那种。然后要么的话就是你必须去让玩家失败，然后让他获得足够的成长，从而获得最终的胜利。那我们最后的话是选择这个 necessary value。OK， 那基于此，我们是怎么去设计这款游戏的呢？我们的设计思路是什么样的呢？我可以带大家简单过一下。就首先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点，就是每个玩家他只能控制1个棋子，那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就比如说它会降低玩家的碰撞频率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玩家会更少的去接触，那它也会降低游戏策略的复杂度。就是说原本你可以4个棋子，你什么时候动哪个什么时候动哪个是你自己决定的，但现在呢你就1颗，那你就只能一直动了，那就没什么太多的策略了。OK， 但是的话怎么说呢，就是这个降低玩家碰撞频率以及降低游戏策略复杂度呢，都是我们其实不太想要的点。就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新游戏它策略太低，或者玩家都遇不到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去补偿他们。OK， 那怎么补偿呢？我们先考虑一下飞行棋本身，就是飞行棋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？那比如说它的棋子、它的骰子以及它的地图，这就是我们可以改的内容。当然你也可以去添加新的机制啊，比如说你可以像那个疯狂的飞行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，就是它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的卡牌，然后这些卡牌就会有不同的效果，你需要灵活的运用这些卡牌，然后去达到终点嘛。那如果我们不考虑添加新机制的话，那我们其实只有这3点。然后棋子呢是我们改动不了的，因为已经被限定死了。那所以我们能做的话，比如说我们可以缩小地图，增加骰子的数量。OK， 那骰子数量的话，继续往下推，比如说怎么去使用这些骰子呢？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求和骰子点数，对吧？它可以一下走更远。那我们也可以，比如说选择一个骰子，就是你投了好几个，你自己选择你要走哪个的点数。OK， 我们一点一点来看，缩小地图，它是不是就可以补偿这个碰撞频率呢？就是玩家更容易遇到的嘛，那是不是它的碰撞概率就高了呢？但是呢，它肯定是不能去这个改变游戏策略复杂度的。OK， 那我们再看看求和骰子点数，求和骰子点数它会降低玩家碰撞频率吗？那其实也不一定。就是你有2个骰子，你可以走的飞快，就是你可以更快的跟别人碰上，但你也有可能就是更快的远离别人，所以不好说到底是增加碰撞频率还是降低碰撞频率。那它会改变游戏策略复杂度吗？那也不会，因为你还是只能动1个角色，对吧？你还只能一股脑的往前冲。所以再看看最后一点，就是选择一个骰子，它确实可以去提高玩家的碰撞频率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我距离你，我再往前走3步，我就可以踩到别人了。那本来情况下呢，我有1/6的概率能踩到，现在的话我可能是1/3的概率能踩到，那我自然的碰撞频率就高了。那它会不会去增加游戏策略的复杂度呢？其实也是会的。比如说我可以一直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吃尾气，对吧？我可以就是我摇了一个1，摇了一个5，那我肯定会选择1啊，因为我不想超过你，超过你的话我就有风险被吃啊。那所以它其实也是可以增加游戏策略复杂度的。
OK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其实算是找到了一个办法，就是补偿这个移除机制所带来的损失。OK，那怎么去实现这个办法呢？那实现这个办法最重要其实就是增加投资的数量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通过这个必要的失败呢，去增加投资的数量。那怎么去增加呢？比如说，我们一开始就是想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案嘛，就比如说，你每次死了回家，你可以选择加1投资啊，你也可以比如说选择这个投资点数加3，比如说你也可以选择，比如说你以后的投资就是55666这样的分布了 ，OK 吧？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去加投的这样一个效果。OK， 那这个的话，其实这个 idea 的话，只能算中规中矩吧，就是可以去做，但是我说实话并没有这么惊艳，就是它还是原来的那个飞行棋，我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突破性的东西啊。那直到的话，就是我朋友提出来一个点，一个天才般的想法吧，就是说每个玩家呢，他有一个计数器，比如说它是一个现有的投资，然后你的上限投资，你的投资上限，比如说我一开始，比如说玩家，比如说初始3个投资，3个上限，然后呢，如果你把这3个全部用完了，那你就会回家的话，然后它会根据你的上限把这个投资给你补满，然后你再出来。那很明显的话，3颗投资其实远远不够你去到达终点嘛，所以你就要去，比如说玩家就要去捡一些投资，就是路上可能会有一些资源，然后你去玩家就过去拿投资啊，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比如说你也可以去踩别人会怎么样呢？会偷他的投资但是呢，这些方法呢，就是它只会增加你的投资上限，它不会增加你现有的投资。也就是说，你偷到的其实是空投资，唯一能就是增加你现有投资的方法呢，有且仅有回到家补充满所有的投资再出来。OK， 那以上呢，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设计思路、设计框架。OK， 那基于此，我就去开发了一版，就用网页开发，因为网页开发的话会快一点，对这种游戏来说，就没有必要用 Unity 来做了。那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示范一下，就比如说我这里可以选择我要投几个投资，比如说我可以先选择我投1吧，我先投了1个，好，我就走了一步，然后剩下的话3个都是 AI， 那你可以在外面选是要几个真人几个 AI 的。那这里的话 AI 的话策略都是比较单一的，就是它比较笨，它只会就是一个投资一个投资，然后这样往前走。OK， 那比如说我这一投2个，然后我有个3，那我们这里的话求简单，就是我们是支援点的话，就是你的同色格子，就比如说我走到这里，我可以拿1个投资上限，走到这里能拿2个，走到这里拿3个。那对蓝色来说，走到这里1个，走到这里2个，走到这里3个，以此类推啊。那比如说我这就走3，因为我赌到了嘛，我就走3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04，就我有一个空头子，然后这一整轮结束呢，我就会回到家里，就它一整轮结束才会结算。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就回到家里，然后现在4颗，就从头开始。那比如说我现在就可以直接投4颗然后我直接选这个4，然后我就又有一颗空头子，对吧？我就直接快速的完成我的原始的资本积累。OK， 那具体的话策略还是挺复杂，因为你走到后面的话，你还要思考你什么时候就是你什么时候需要防止别人偷你嘛，就是你可能有些时候你就要投很大的投资，为了防止别人去偷你这样的一些事情，就是真人博弈的话，我感觉还是比较有意思。OK， 那这应该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那还是一样的，就是代码的话都是在我的 GitHub 仓库里面，你可以去试玩，你也可以去看看它是怎么实现的。最后的最后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帮助的话，还请1键3连支持一下。那么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